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Nubia 刚刚发布的 Nubia Z30 Pro。确实，我们频道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出现过 Nubia 的手机了。这台机我们是体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，这个做了特别多的干货测试。不过那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包装盒方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长条形的设计。这台我们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了啊，依然是非常的重，因为这次还有一个大家伙，这就是这个大家伙，一个 Type-C 的120瓦氮化钾充电器。考验一下大家是不是真粉啊？这是我们体验过的啊，其实市面上我们都已经体验过了啊。第几款120瓦了？可以走波弹幕啊。具体是多少，可以去频道里边自己数一下。哇，这个数据线是非常有回忆感啊，就是 Nubia 的这个黑红的配色，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延续。还有一个清水套。这两台手机已经来我们工作室一段时间了，一台是作为我们的日常使用，另外一台呢是参与我们的各种专业测试。首先在外观 ID 方面啊，刚才我就说了，这台手机感觉有点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它是一个圆中带方的一种设计，它的前后都是弧度比较大的玻璃，然后加上金属中框，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渡。你在划过边缘的时候特别顺手啊，就是一个圆柱形的那种感觉，把一个圆柱给拍扁了，然后上下呢还是削平了的，所以说这台手机是可以立住的啊。它上，哎呦，最近感觉身体被掏空啊，手有点抖，它是可以立住的。然后后背的这个镜头的 ID 上呢，它是做了一个向右的这么一个延续，这块呢是给抛光过了的，同样也是在一块玻璃上做上了两种材质，一种是光面，一种是 AG 的玻璃，它是这种银色的啊，官方名字叫星际银。镜头模组也是3颗6400万的镜头啊，后面镜头我们会有详细展开啊。主摄是 IMX686 带 OS 的光学防抖，下面这颗800万的潜望式的镜头呢也带 OS 的光学防抖，给你做了一个麻将块式的这么一个组合。这个金属中框的颜色我特别喜欢，有点那种枪灰色的感觉啊。之前我有过一副这样的这个眼镜但是后来被我给搞丢了。6.67 198克啊，没有到200克啊，这个控制的也不错。而且它这个镜头模组虽然上面非常大，但是我感觉它应该是做了一些内部堆叠上的配平处理，所以说坠头的感觉也不是特别强。点亮的正面它是一个居中的挖孔屏 OLED 啊，钻石排列，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最高可以支持到144赫兹的刷新率啊，你可以调节，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调成了这个90，然后另外的一台我们就是144，你可以自己手动调节。在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呢，也体验都非常不错啊，挑不出来什么毛病。屏幕上也都是100% DCI-P3 和10比特，整体的这套三明治的组合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这种设计啊，之前大家可能见过，但是它把两侧呢收得非常的窄。之前啊，这个 Nubia 有过非常强的这种无边框的设计基因，是吧？这个早期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这台机器也视觉观感非常强，就是正面你看过去的时候，两边就是2条黑线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刚才我说它是刚中带柔，就是两侧是非常圆滑的，但是它的4个角，大家注意看，都是90度的这种切角。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风格，喜欢的请扣1。当然，如果你长期单手握持的话，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直角的，所以说可以注意看，这个有个角呢是顶着你这个手掌的啊，稍微有一些顶。当然，这个就是审美和 ID 设计上的一个权衡了，看你怎么选。OK， 外观 ID 讲了不少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测。实测数据方面，骁龙888 Geekbench 5 CPU 单核得分1133，多核3723 ，GPU 上 3D Mark 得分8346，娱乐兔综合得分79万，整体纸面的跑分中规中矩。实际填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12G 的版本 Z30 Pro 平均用时115秒，没有什么杀后台的情况，整体较为流畅。续航方面，4200毫安时的电池，144赫兹的模式下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Z30 Pro 剩余45%的电量，5小时重度测试，4小时47分钟没电关机，这个续航表现确实还有提升空间。充电方面，120瓦快充，10分钟充入73%，充到100%，用时15分钟，打破了iQOO系列一直以来的霸榜局面，成功占领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名的位置。但涓流充电6分钟略为偏长，完全充满用时21分钟，位列完全充满榜第4。发热上1小时合并镜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，Z30
Z30 Pro 机身最高43.2摄氏度，表现不错，但目前不支持90帧，暂时无法测试帧率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 Z30 Pro 平均帧率58帧，波动15.7，整体较为稳定。由于机身发热 ，CPU 还是出现了多次降频，但整体影响不大，仅游戏后期出现小幅掉帧。功耗方面，整机平均6.29瓦，对于58帧这个成绩来说，这功耗还是不错的啊。发热方面，半小时温升曲线，10分钟机身最高48.2摄氏度，25分钟达到最高的50.5摄氏度。这个前期版本下的整体表现数据都中规中矩，15分钟充到100%，真的是非常快啊，基本上可以让你忽略掉充电这件事儿，只是续航上还有优化空间。机器是8.5毫米的厚度，但由于它前后都是曲面的，所以说看起来要更薄一些。而且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曲面屏两侧偏暗偏绿的这个问题啊，这台机器也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，就是屏幕这个曲度是非常小的，这个玻璃外化上给你做的曲率是比较大，这样就又照顾了手感，又照顾了显示的这个效果。在曲面屏上啊，这台机器还是非常克制的。后面镜头模组光面的这个部分呢，有一个 Nubia 丝印立体的一个 logo 印刷，这个侧面看过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它下面是有一个倒影的，有这种立体感。镜头方面，我们就直接来看实测吧。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颗 MX686 主摄的表现，在我们实拍的这组汽车的样当中，识别出了汽车的场景，成片色彩更加讨人喜欢，直出就能发朋友圈。但是有时候 AI 识别后，照片的饱和度稍微高了一点，像这张植物的照片，绿色有点过于浓艳。室内场景 Z30 Pro 的风格是不太会对高光进行压制，对于成片的效果分不同场景就有好有坏。这个餐厅的灯牌亮度就稍微有点过曝，但是后面这个场景华为 Mate 40的高光压制就有些过度，显得照片有些昏暗。而 OPPO Find X3 Pro 的饱和度稍高，小米11 Pro 的对高光也进行了压制，左上角的白色衣服有些过曝，整体观感上 Z30 Pro 的质感最好，能够还原出真实的场景。而 Nubia 这次还有一个重磅的功能，就是天文影像系统，这也是 Nubia 的传统异能了。在灯火阑珊的城市里，我们无数次抬头仰望星空，因为城市的光污染啊、大气污染啊，却失望低头啊。但是 Nubia 让我们无需星空，无需三脚架，只需要有一片天空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抬手一拍就可以拥有一个美丽的星空。你可以用它来拍摄星空、星轨，而在这两项功能中，给足了你充足的自定义空间，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子来选择星空的样子、星轨的密度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让你拥有最真实的星空，所有星空以及星轨都是基于 GPS 以及天文台的真实数据 AI 生成的，让你每次抬头望天空的时候，都能够拥有不一样的星空。再来说这个35毫米的人文镜头，等效35毫米焦段对于摄影师可以说是一个必备焦段，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是35毫米焦段最吸引人的魅力点了。这段时间的武汉阴晴不定，有的时候暴雨如注啊，给我们拍现章增添了不少麻烦。难得有个雨后的下午，我们多拍了一些。地上的水反射出夕阳的金黄，外卖小哥穿梭在忙碌的车流之中，一对情侣看着猫咖里可爱的猫咪，电线杆上的涂鸦写着我是谁。广角的体验，在拍摄这个砖墙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Z30 Pro 的广角更广一些，即便没有配备自由曲面镜头，防畸变的效果也非常不错，甚至要好于 X30 Pro 啊。上面水泥线非常笔直，只不过在边缘画质上，自由曲面镜头还是更胜一筹。前弯长焦在光学防抖的加成下，可用性非常高，让云朵层次非常明显。同时，建筑物顶上玻璃的线条也非常清晰。功能性方面啊 ，A30 Ultra 上那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拍摄一下啊就记录3个焦段的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个就是非常拉升下限的一个功能。我能知道我的拍摄技术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按一下快门可以主摄、广角、长焦全部都给记录下来，我后面想用哪个就用哪个。这个功能在我们内部得到了一致好评，非常实用。夜景方面，3枚主摄都支持夜间模式，在我们实测之下，夜景模式对于画质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。在未开启夜景模式的时候，悟空脸上的噪点非常明显，开启了之后，画面亮度提升的情况下，脸上也是干干净净，几乎没啥噪点了。作为短暂停更的努比亚，这个相机的总体表现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好一些的。刚才我是特别又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资料，它的这个金属中框，我说这个质感怎么这么好？它采用了一个叫哑光零过渡的工艺，就是喷砂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质感都做的跟这个玻璃已经非常的接近了，所以说你看着还有摸着，这个质感都特别的好。OK， 其他的功能方面呢，比如说什么 NFC 啊、马达，它是这个 Z 轴的马达，这个整体方面这台机器还是比较成熟的，基础的配置上呢也是一个都不落。当然啊，大家也有比较在意的，就是这个系统现在表现怎么样了啊？它毕竟是一个新发的系统，我们在这段时间的体验中，它确实偶尔会碰到一些小的掉帧啊、小卡顿啊。但是对比努比亚以往的系统来说，努比亚 UI 9.0 确实是一次较为全面的提升。如果你之前也用努比亚的机型啊，这次系统应该会有焕然一新感。OK， 这就是努比亚带来的旗舰 Z30 Pro 啊。问大家一下啊，给几分呢？
可以走步他们步。OK 啊，我们已经把 Z30 Pro 的所有数据，当你看到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就已经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了，大家可以查看我们的数据库。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分享关于这台机器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体验，一些长期的体验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 OK 啊，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啊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赞啊，3连一波，特别感谢。更多任何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